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福田少。日本副首相妄言防卫台湾，日本是要自卫呢，还是想入侵中国？最近，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在东京的一场演讲中声称，大陆如果对台动武，日本将依据安全保障相关法规，有可能呢行使所谓的受限的集体自卫权。他还宣称，如果台海地区发生大问题，美日要一同防卫台湾才行。麻生太郎认为呢，中国大陆统一台湾会威胁到日本的国民生命与权利，日本自卫队可以依法出兵干涉。如果日本能把大陆对台动手解释为存亡危机事态，那么日本首相就可以不经过内阁会议，直接下令自卫队参加军事行动，甚至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方式。日本自卫队很可能借此突破和平宪法的束缚。麻生太郎的这个讲话，其目的可能有这么3个：一是鼓动美军干涉台海问题，让中美在战争中两败俱伤，他好从中渔利；二是威胁并阻止中国大陆统一台湾，避免日本在亚洲的战略地位受到损害，能源通道被中国控制；三他是再一次赌国运，想通过战争让中国付出惨重代价，那么让日本自卫队通过这一起战争行为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在未来的台海冲突中插一杠子插一手，那么他的行动和行为就构成了侵略，因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日本的自卫队不论是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还是间接的军事行动，都是侵略行为，必然会遭到我们的反击。那么日本的自卫队一旦介入台海冲突，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后果呢？我想麻生太郎自己要认真的学一下联合国宪章。这个宪章有几个敌国条款非常重要，比如说宪章的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这些条文规定，反法西斯同盟国有权对德意日法西斯国家的再次侵略直接采取自卫和战争行为，无需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其中包括行使单独自卫权和集体自卫权。那么这个态度就非常明确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是2战的战败国，那么这些国家是受到管制的，现在依然如此。那么如果他再次发动侵略或者采取侵略行动，那么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直接采取战争行为，这个还不需要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的批准。那么如果日本的自卫队在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采取间接或者是直接的军事行动，那么这是战争行为，我们就有权对他发动相应的反击，而这个反击恐怕后果会非常严重。哪怕日本的自卫队不是直接的介入台海军事冲突，而是间接的帮助美军对台湾的问题进行介入，那么哪怕就是通过后勤保障等方式支持美军对台海事务的干涉，那么这个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这是一个间接的战争行为，我们就有权对发动战争的这些军事基地实施相应的打击。这样的后果日本能够承担吗？因此你发表这些右翼言论的时候，一定要认真考虑后果。如果你突破了现在的日本的和平宪法，那么就会把日本的自卫队送上死路。好，今天介绍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感兴趣的朋友，我们可以在下面的留言区留言交流讨论。我们下期再见。